我和男朋友分手时闹得很难看，他最爱我的那年，我收了他妈妈给的300万，打掉我们的孩子，背叛了他。他跪在流产的手术室外，哭着求我别那么残忍。他说他会恨我一辈子。分手后的第6年，我在人生最狼狈的时候和江燕重逢了。那天是同学聚会，所有人都没想到江燕会来。有人开玩笑问他，江老板从来不跟我们联系，怎么今年突然来参加同学聚会了？是不是听说童年来了，心里还想着他，来找他的？我坐在角落里，后背猛地一僵，抬头看见江燕嘴里叼着烟，冷漠地看着我。所有人都知道江燕从前有多爱我，她是有钱人家的小少爷，却对我一见钟情。那一年，她为了我跟家里断绝关系，不要权利，也不要钱，拼了命的要和我在一起。我们住在小小的出租屋里，吃同一碗泡面，喝同一碗粥，过得很辛苦，又很幸福。每一个缠绵的夜晚，我们十指相扣，发誓要永远在一起。直到后来，我怀孕了，他妈妈给了我300万，让我打掉我们的孩子，离开他。那一天，江燕跪在手术室外，狠狠地砸着手术室的门。她一遍又一遍哭着求我，小乖，小乖，我会努力工作，努力赚钱，努力养家，我一定会赚很多很多个300万，全都给你花，好不好？我求你，别不要我，也别不要我们的孩子。我躺在手术台上，死死咬住嘴唇，不让自己哭出声，隔着一扇小小的门，听着江燕说她会恨我一辈子。没人知道我和江燕分手时闹得有多难看。有人把我往江燕身边推，一边推一边笑着问江燕，江老板从前爱童年爱得连命都不要了，怎么就舍得不要他了？所有人都在起哄，说要我们破镜重圆。江燕的兄弟看了我一眼，轻蔑地笑了笑，突然开口说，江老板要什么样的女人得不到，他童年算什么东西，凭什么让我江哥念念不忘？他说有个女人跟了江燕3年，那个女人比我温柔，比我漂亮，比我更适合做江燕的女朋友。江燕和他恋爱3年，他兄弟都叫那个女孩嫂子，听说他们快要结婚了。所有人的笑闹声都停了下来，只有江燕的兄弟还在笑着，邀请大家一定要去参加江燕的婚礼。他把请帖甩了过来，扔在我的脸上，掉进我的怀里。我低着头，看见请帖上写着江燕的名字，她的身边写着另一个女孩，那个女孩叫温婉，听名字就知道是个好姑娘。我想她一定比我懂事，比我乖，比我会疼人，不会总让江燕难过。6年不见，久别重逢，知道江燕过得很好，那就好。我忍住差点掉落的眼泪，抬起头对江燕说了一声恭喜。江燕直勾勾地盯着我，听到我说恭喜，她突然就笑了，狠狠掐灭手里的香烟，冷淡地对我说，童年婚礼你就不要来了，我老婆看见你会不高兴，她不高兴，我会心疼。我攥着那张红色的薄薄的请帖，愣了愣，笑着点头，轻声说好。那一天，所有人都说江燕好像是真的不爱我了，谁也没有想到我们曾经爱得那么深，到最后她要结婚了，新娘却不是我。所有人都以为江燕会一直等着我，所有人都在好奇那个叫温婉的女孩到底是谁，能让江燕这样着迷，这样疼爱。我知道江燕不想再见到我，干脆早早就离开了同学聚会。回家的路上，朋友给我发了一张温婉的照片，照片上的温婉长得很清纯，听说她很爱笑，也很爱撒娇，是江燕很喜欢的那种女孩。朋友问我，童年，你不觉得温婉笑起来的样子和你很像吗？你说江燕是不是还爱着你？你们真的就这样结束了吗？我轻轻吐出一口气，沉默了很久，笑着说，无所谓了，我不在乎了。我不想再和江燕纠缠了，我想她永远都不会知道，我瞒着所有人偷偷生下了我们的孩子，那个孩子生了病就快要死了。这一年是我最穷最难熬的一年，我拼了命的赚钱，想要让那个孩子吃到最好的药，让他在生病的时候不要那么疼。为了钱，我可以厚着脸皮跑去同学会找人去借，也可以在会所里干陪人喝酒的活儿，喝到胃里出血。我以为这大概是我和江燕这辈子最后一次见面了。直到几天后，那个叫温婉的女孩找到了我。温婉大概是听别人说她和我长得很像，想要见一见我。她和几个朋友一起来会所玩，指名道姓说要找我。有个女孩问我，你就是童年啊，就是江老板的那个初恋。她的眼神带着鄙视，看着我浓妆艳抹的样子，好像是在说我真脏。
我攥了攥拳头，忍住脾气不想惹事，只问他们要不要喝酒，如果不喝酒，就不要耽误我挣钱。那个女孩大概是觉得我没给她面子，冲着我嚷嚷：“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问你话呢，你听不见，给脸不要脸。”她指着一瓶烈酒对我说：“行啊，童年，你喜欢钱是吧？一口气喝完这瓶酒，我给你20万。”这一瓶酒喝掉，大概是要进医院的。温婉装作有些着急的样子，劝那个女孩说：“我们不是说好了，只是来看一眼，不会为难童年姐姐吗？”虽然别人都说她很会勾引男人，让我小心她，就连阿燕也说我太单纯了，怕她会欺负我。但是我没事的。我静静听着温婉的话，大概懂了，她是在告诉我江燕有多喜欢她，又有多讨厌我。我笑了笑，没有说话，只是问她的朋友：“说好了，我喝掉一瓶酒，你给我20万，是吧？”然后拿起桌上的酒瓶就往嘴里灌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没想到我为了赚钱，真的连命都不要了。温婉拉着我的手，轻声劝我：“童年姐姐，你怎么能为了钱这么糟蹋自己呢？我们做女人要知道什么是羞耻。我本来不想说的，怕你难过，但是你知道吗？阿燕最讨厌你这种女人。”我喝完一瓶酒，忍着胃里剧烈的疼痛打断她的话，问她：“钱呢？她江燕喜欢什么，讨厌什么，关我什么事？我只要你们答应给我的20万。”温婉皱起眉，失望地看着我，细声细气地说：“童年姐姐，说实话，那20万对于我来说只是一点小钱，我随便给谁都行，但就是不能给你。你可以怪我，但是我是为了你好，我不能看着你继续堕落下去。”他朋友推了我一把，笑着说：“我刚刚是耍你的，我就不给你钱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”我冷冷的也跟着他笑了起来，然后抬手狠狠摔碎手里的酒瓶溅起的玻璃碎片，划在温婉的腿上，划出一道伤口，渗出了血。温婉的眼泪瞬间掉了下来，刚刚还吵吵闹闹的几个女人，谁也不敢说话了。下一秒，包厢的房门被打开，江燕站在门口，冷冰冰地看着我。我猛地愣在原地，不敢去看她的眼睛。我化着浓妆，为了赚钱陪着男人喝酒，哄着男人开心的样子，还是被江燕看到了。其实我不怕别人看不起我，只是唯独不想让江燕知道我过得这样狼狈。可是到最后，就连这一点愿望也没能实现。我只能用尽全力，假装无所谓，逼着自己抬起头，看着江燕伸手把温婉抱在怀里，温柔地为她擦掉眼泪。然后一字一句地问我：“童年，你当着我的面欺负谁呢？想要钱可以，先道歉。”我看着江燕保护着温婉的样子，想起了很久以前，她也曾这样保护着我。我知道江燕是要我哄温婉高兴，没关系，为了钱要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温婉躲在江燕的怀里，偷偷对着我笑。我看着她腿上的伤，捡起一块碎玻璃，狠狠划在自己身上，然后伸出带着血的手，平静地对江燕说：“给我吧，20万。”江燕看着我，突然就红了眼圈。温婉看着江燕的表情，脸上的笑容僵了僵。她掏出一张银行卡放进我手里，揉着声音说：“童年姐姐，我今天给你钱，不是我欠你的，而是我不想像你一样，为了一点钱闹得那么难看。”我懒得再看他装高尚的样子，拿着钱要走，却被江燕一把扯住。他喊着我的名字，咬着牙骂我：“童年，你他妈不疼吗？你没钱能死吗？”他紧紧皱着眉头的样子，好像是心疼了。我用力地甩开他的手，回过头，冷笑着说：“我一直都是个爱钱的女人，江燕，你不知道吗？只管好你自己的事，也管好你的女人，别再来招惹我。”江燕盯着我，眼神冷得吓人，好像恨不得一口吃了我。我说的话大概是让他想起了从前，他为我放弃一切，我却为了钱狠狠抛弃了他。我的胃里很疼，不想再跟他多说，转身就走，身子却突然一轻，脚下离开地面。下一秒，江燕就把我扛在肩膀上，她就像个抢女人的土匪，叼着烟扛着我走出包厢。所有人都看了过来，我拼命挣扎着要江燕放下我，她抬手就打我的屁股，凶我说：“童年，老子上辈子欠你的，这辈子让你这么折腾。”他把我扔进车里，俯身压住我的腿，掐着我的脸，恶狠狠地骂：“有时候我真想弄死你。”他的表情像是恨透了我，可是他的眼睛却总是像在对我说，他还爱着我。我的胃已经疼得说不出话，流着冷汗瞪着他。
江燕皱了皱眉，打开车里的抽屉，拿出一颗胃药塞进我嘴里。我看到抽屉的角落里装着我曾经用完却舍不得扔掉的口红，扎过头发断掉的皮筋，还有江燕从前买给我的幼稚的粉色发卡。那里装着关于我的一切，在我离开的那些日子里，替我陪着江燕很久。我的眼泪猛地掉下来，转过头，趁江燕还没看到，用手胡乱抹掉。这么多年了，她还记得我的胃不好，即使我不在，她还是习惯为我准备好止疼的药，而我却狠下心，用尽全身的力气，狠狠推开了她。我逼着自己对着她笑，笑着说：“江燕，别再纠缠我了，行吗？你纠缠我的样子真让人讨厌。你大概还不知道，我早就结过婚，生过孩子了。难道你还想跟我破镜重圆？江燕，别犯贱！”他被我推得后退2步，僵在那里。在我起身要走的瞬间，他突然伸手把我摁在车上，掐着我的脖子，颤抖着声音，咬牙说：“童年，我不信，你最好告诉我，你他妈是在开玩笑，否则我一定弄死你。”我直视着他的眼睛，平静地说：“好，我证明给你看。”我带着江燕来到儿童医院，晚上9点，住院部还没熄灯。我站在病房外，隔着玻璃，指着里面安静看书的小孩，告诉江燕，那个就是我的孩子。那个孩子叫小宝，他是我最疼爱的心肝小宝贝。他长得很像我，性格却像江燕，很贴心，很温柔，又有点霸道，眉眼间总是带着倔强的神色。他遗传了江燕的所有优点，他是那么好的一个小孩，可是他却生了病。快要6岁的孩子，又瘦又小，却又乖得让人心疼。江燕盯着那个孩子看了很久很久，然后握着拳头狠狠砸在墙上。他低着头，好像掉下一滴眼泪。我从没见过他这样狼狈的样子。那天晚上，江燕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：“童年，你有种。”他没有问孩子的爸爸是谁，也没有认出那个孩子那是他的孩子。后来，江燕再也没有来找过我。只是听说他给温婉买了华丽的婚纱和昂贵的钻戒，带着温婉回家去见了他的妈妈。听说他妈妈很喜欢温婉，江燕也说这辈子非他不娶。同学们都在感叹，我好羡慕温小姐能被江老板这样的男人当宝贝一样疼爱。不过温小姐本来也是个好女人，又温柔又大度。她听说童年现在很穷，还想给童年一点钱，帮帮童年呢。这样善良的女人就该被人保护一辈子。我看着同学群里的消息，心脏狠狠一跳，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往外冒。直到去了医院，我才听护士说，江燕和温婉来看小宝了。年轻的小护士跟我道歉，说她一不小心就告诉了温婉小宝没有爸爸的事。我听到温婉问小宝：“宝贝，我听说你爸爸不要你和你妈妈了，是不是？你知道吗？你妈妈很可怜的，为了给你治病，每天都在陪各种男人喝酒，很脏的。其实你爸爸不要这样的女人，也很正常。”小宝冲着他大喊：“你胡说，你才脏！我和妈妈不要你们的钱，你们走！”我浑身颤抖着冲了进去。温婉回头看见我，愣了愣，皱着眉说：“童年姐姐，你看看你家的孩子，我只是想让他知道你有多辛苦，他还冲我发脾气，真是太不懂事了。”温婉的话还没说完，我伸手就扯住他的头发，狠狠地扇了他2巴掌，拽着他到了门口，把他推到走廊里。我指着他的鼻子骂：“温婉，你他妈就是非要招惹我是不是？”他捂着脸，不敢相信我居然敢打他。他装作无辜的样子，哽咽着对我说：“童年姐姐，我只是想帮帮你，没有别的意思。阿燕本来不想管你的，还好她很听我的话，也知道我很善良。如果不管你，我会愧疚。我是真的想帮你，可是现在你打了我，阿燕一定又要对你生气了。”我看着温婉，冷冷地笑了。原来她是来找我炫耀的，她就是忍不住的想让我知道江燕有多爱她，比爱我多得多。我看着她那副可笑的样子，冷冷地说：“温婉，你想要江燕，一个男人而已，我送给你了，但是你就是不知足，非要招惹我，是不是？”然后扯住她的衣领，低声说：“有种你就继续挑衅我，我一定会祝福你和江燕新婚快乐，顺便告诉她我生下的那个孩子是她的，你猜她还会不会要你？”温婉愣在原地，我看着她的脸色慢慢变得煞白，咬着牙对她说：“现在我要你去跟我儿子道歉，然后滚蛋。”话刚说完，江燕却打开病房的门走了出来，她扯着我的胳膊拽开了我，
我没站稳，后背狠狠撞在墙上。他俯视着我，笑着问：童年，我怎么不知道我想娶哪个女人回家，还要看你的脸色？我老婆嫁给我，用得着你来让给她？你以为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的后背撞在墙上，疼得闷哼一声。小宝大概是听见了，光着脚跑出来，伸手挡在我前面，抬头瞪着江燕，不让他再碰我。江燕低头看着他，冷冷地笑了笑，冷漠地说：你和你妈妈一样让人讨厌。我看着小宝慢慢红了眼圈，这一句话大概是伤透了他的心。他的枕头下藏着江燕的照片，他从来都知道江燕是爸爸。那些生病以后很痛苦的每个晚上，他躺在妈妈的怀里睡着，总会梦到爸爸回家了。他说他很想小宝，就像小宝想他那样，总是偷偷的哭。他说他不走了，也不会再让妈妈那样辛苦了。只是后来梦醒了，小宝也见到了爸爸，却听见他说：你和你妈一样让人讨厌。江燕只看了小宝一眼，就收回视线。她像是有点烦躁，皱着眉扔了张银行卡给我，淡淡说：拿去给你的宝贝儿子看病，100万、1000万随便你刷，别再去陪酒了，也别忘了谢谢我老婆。他说完话，抱着温婉转身就走。小宝看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，低低地叫了一声爸爸，然后回过头，忍住眼泪，轻声对我说：妈妈，小宝不要爸爸了。他的表情那样认真，好像还有很多话要说，却突然咳嗽起来，一口一口的血吐出来，粘在地板上。我的身上和他攥在手里的江燕的照片上，我眼睁睁看着他软软的倒在我的怀里，听着他小声说：妈妈不脏，妈妈很干净，都是小宝不好，弄脏了妈妈的衣服。妈妈扔掉小宝吧，别要小宝了，别再让自己那么辛苦了。我听着他的声音越来越小，看着他慢慢闭上眼睛，歇斯底里地喊着他的名字。我还没告诉他，这世界上哪里会有一个母亲不要自己的孩子呢？他可是我10月怀胎从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啊！周围的护士乱成一团，从我怀里抱走了他，送他去抢救。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跟了上去。抬头就看见江燕飞奔着出现在走廊的尽头，她的眼泪夺眶而出，颤抖着问我：童年刚刚是不是有人叫我爸爸？我看着抢救室的门重重关上，亮起红灯，跌坐在地上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江燕伸手想要抱我起来，我抓着她的手狠狠地咬了上去，用尽全力。她没有躲，就那么忍着，等到我尝到血腥的味道，等到我没了力气，我终于崩溃地推开了她，自己站起身，绝望地质问她：江燕，你为什么要回来？为什么非要纠缠我？我只想和你好聚好散，我自己一个人过得很好。她咬牙打断我的话，反问我：童年，你问我为什么要回来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他妈想你想得快死了。你说你过得好，到处找人借钱，陪人喝酒，糟蹋自己烂到泥里的生活，你觉得好吗？你以为我愿意找你？我他妈就是忍不住心疼你。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童年，是你对不起我，你凭什么对我这么狠？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好聚好散？江燕抓着我的肩膀，死死盯着我的眼睛。她想要一个答案，那我就给她一个答案。那一年大学毕业，江燕为了娶我和家里断绝关系。她被所有人针对，找不到好的工作，赚不到1分钱，她什么也没说，瞒着我，偷偷去工地找了个体力活。我还记得那段时间，她每天都很累，连睡觉都皱着眉头。可是她落在我身上的目光，永远都是温柔又坚定，写满了喜欢。她说她会努力赚钱，买一个小小的房子，写上我的名字，给我一个温暖的家。我们会在那里结婚生子，就这样牢牢牵着手，平凡又幸福地过上一辈子。直到后来我怀孕了，她却在工地上出了意外，从楼顶上摔下来，差点死掉。医生说如果不能及时治疗，江燕可能会瘫痪。我知道江燕是那么骄傲的人，这是比让她去死更让她痛苦的事。那一天，我去求江燕的妈妈，求她救救她的儿子。我永远也忘不了她看着我时鄙夷厌烦的眼神。她说她不缺儿子，死了一个江燕也不算什么。即使江燕曾是天之骄子，是整个江家最优秀的那个人，可是不能继承江家的江燕就不是他的儿子。他凭什么拿出300万去拯救一个毫无价值的废物？那是我第一次知道，原来人可以这样无情。那一天，我跪在地上磕破了额头，求他借给我300万。我说我不要江燕了，
我想江燕大概会恨死我吧。算了，谁说深爱的人一定要终成眷属？我一边说着，扯住江燕的衣服，歇斯底里地告诉她，你不是想知道小宝是谁的孩子吗？极好，我告诉你，他就是你的孩子，你高兴了吗？他快要死了，你满意了吗？江燕拽着我的手，眼泪一滴一滴掉下来，像是在心疼我，又凶狠地质问我。童年，你怎么敢骗我？你凭什么带着我的孩子，让他受这么多苦？他快死了，你都不愿意来找我。我狠狠扇了江燕一巴掌，然后笑出了声，反问她，江燕，我找你干什么？让你再一次抛弃一切，跟我走吗？你以为你妈妈会放过我，放过小宝吗？姬江燕，这个世界上多的是比爱情更重要的事，我不要你了。我只想安安静静的过日子，你为什么非要来纠缠我呢？我的孩子本来是能治好的，我用不着你的钱，就算我去借、去偷、去抢，我一个人也能把他治好。他那么乖，那么听话，他打针吃药的时候从来都不哭，医生都说了，他明明可以好起来的。直到江燕出现，和温婉一起，又一次搅乱了我平静的人生。那一天，小宝被医生救了回来，他陷入了昏迷，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醒过来。我呆呆地看着他，安静地躺在病床上，像是睡着了一样。余光里看到温婉正在偷偷地笑，他假装叹了口气，皱着眉头怪我说：“童年姐姐，如果你早点告诉阿燕，告诉我，我也不是小气的人，我可以让那个孩子进江家的门，叫我一声妈妈。他本来不用吃这么多苦，都怪你假清高，现在差点害死他。他大概是觉得自己终于可以放心了，小宝活着却和死了没有两样，而我和江燕之间添上了一道永远也无法愈合的伤口。他以为我再也不会原谅江燕，到最后嫁给江燕的女人一定是他。他大概是忘了，从前我不要江燕，是因为我想过平静的生活。可是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我和江燕重逢了，也知道我们的孩子长大了，多的是人不会让我好过。我想既然他们都不想让我好过，倒不如大家就都别想好过了。漫画未完，精彩继续，即刻跳转推文，抢先看完完整结局。温婉的话还没说完，江燕就冷冷地打断他，让他闭嘴，滚蛋。我静静地看着病床上的小孩，听见温婉在我身后委屈地哭了。他问江燕，阿燕，你怎么能为了童年赶我走呢？我陪在你身边这么多年，你喜欢什么样子，我就变成什么样子，我比童年更加爱你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阿燕，我一定会比童年做得更好，我永远都不会背叛你，你别不要我，好不好？我听着他的话轻轻笑了，转过身对江燕说，江燕，我改主意了，我要你娶我回家，回江家。我要你把现在拥有的一切全都给我。然后笑着去看温婉的表情，看着他面如死灰。第二天，江燕就和温婉退了婚，而我搬出廉价的出租屋，住进了江燕的豪宅，和她同进同出。毫不避讳，有人拍到我的照片发在网上，很快就有网友扒出我是江燕的初恋。不知道是谁爆料说江燕从前爱我如命，我却怀着她的孩子算计了她。他们说我找他妈妈要了300万，答应打掉孩子从此消失，结果却偷偷生下了孩子，在江燕快要结婚的时候又跑出来威胁她。网友都在同情温婉，说她长得那么漂亮，家里那么有钱，她才是配得上江燕的女人。他们知道我从前陪人喝酒，他们骂我恶心，骂我有心机，所有的一切就像是提前计划好的，迅速发酵。我冷漠地看着网上的评论，在舆论发酵到最高潮的时候，甩出一份录音文件，录音里装着的是当年我和江燕妈妈见面的所有对话，清清楚楚地听见她说她不缺儿子，江燕死了就死了，也听见她说那300万是她借给我去救江燕的，这笔钱永远要算在我的头上。这是从前的我在最害怕、最无助的时候能想到的唯一一个保护自己的办法。那时候看起来就像是以卵击石，十分幼稚的这件事，如今看来却是做得恰到好处。那一天，我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，整个网络都在疯狂讨论豪门的无情，还有那个为了救江燕受尽委屈的我。事情很快上升到资本欺压普通民众的高度，江家的公司股价狂跌不止。听说董事会全体出面要求江燕立刻和我分手，解决掉我这个大麻烦。江燕只是笑着，当着所有人的面冷冰冰地说，只是亏掉那么一点钱，算他妈什么大事儿。至于童年，
我娶定她了。江燕根本无所谓，现在想要动她已经不如从前那样简单了。她要是不服管教，一时半会儿还真没人能拿捏住她。直到最后，她妈妈终于坐不住了，带着温婉一起来找我。时隔6年，我终于又一次见到了这个女人。她比从前老了很多，听说是董事会逼到她的头上，她失眠了好几天，心力交瘁。我像是这个家里的女主人，笑着请她进来坐，却把温婉拦在门外。温婉再也装不下去温柔的样子，冲着我大喊：童年，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，你就是故意和我抢阿燕的。你要是真那么清高，阿燕纠缠你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去死啊？就凭你这样的脏女人也想嫁入豪门，你做梦去吧。江燕的母亲都被她吵得头疼，摆摆手，赶紧让人关上大门。我看着她轻轻地笑着，拿起桌上剥好的橘子，问她吃吗？江燕亲手给我剥的。她气笑了，瞪着我说：童年，从前是我小瞧你了，没想到你真够能忍的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跑回来找我报仇吗？她顿了顿，收拾好情绪，半是威胁，半是劝我，说其实这2天的事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家族根本也不算什么，等风头过去，江家依然是豪门望族，可是你呢？你不适合江燕，倒不如我给你一笔钱，再把你和你儿子送出国，你守着他踏踏实实的过日子。这些话要是放在6年前，他骗骗我也就算了，只是现在我敢肯定，在我离开江燕的第1秒，就会被人扒皮抽筋，把我的骨头碾成粉末，扔进海里。江家绝对不会允许我这样的意外出现第2次。我笑了笑，轻声对他说：阿姨，您的手段不如从前那样厉害了，细想来你也老了，手里的权力也不像从前抓的那样牢了，说起话来也没底气了，这样的滋味不好受吧？他被我一噎，大概也没想到，从前跪在他脚边求他救命的那个女孩，如今登堂入室，坐在他的家里反客为主，他却有些无能为力。他喘着粗气，脸上的肌肉都在微微颤抖，咬着牙威胁我：童年，你以为有江燕在，我就动不了你？这整个江家还轮不到他来做主。我能整死你1回，就能整死你第2回，只要有我在的一天，你都别想嫁进江家。我笑着吃完一整个橘子，然后气定神闲，慢吞吞地说：没事的，江阿姨，我可以等。她恶狠狠地瞪着我，问我等什么？我对着她笑，笑得更深，挑衅地说：等您同意我嫁给江燕的那一天，为了那一天，我可以一直等，等到您闭眼去死，再也做不了主的那一天。她不敢相信我敢对她说出这样恶毒的诅咒，捂着额头，浑身颤抖地骂我：童年，你以为你气死了我，就能嫁进江家？我们江家不会要你这种忤逆长辈、不孝的东西。她说着瘫倒在沙发上，我挑挑眉，叫人送她去医院。她根本就不知道嫁给江燕对我来说不重要，我要的很简单，我只是想让大家都不痛快而已呀。后来我听说江燕的母亲突发脑溢血，虽然命救了回来，可是人却瘫痪了，这辈子再也站不起来了。医生说，如果进行长期复健，也可能会好转。他看着江燕，等着江燕做决定。江燕点燃一根香烟，站在床头，居高临下地看着病床上的女人。等到抽完那支烟，她平静地说：我为什么要花钱去拯救一个毫无价值的废物？江燕一直是很记仇的人，多年前那个女人送给她的这句话，在今天她终于还了回去。2年后，江燕终于如愿娶我回家。她母亲说的没错，即使没有她，也有的是人阻止我进江家的门。为了娶我，江燕拼了命的去争去抢，得罪了无数人，把江家的权力牢牢攥进自己的手里。有时候看着她，连我都替她累。我问她值得吗？她说她只是想向我证明，她和从前一样的爱我，一样愿意为我付出所有，愿意给我想要的一切。她说她从没变过。我看着她疲惫的眼神，想起从前我们挤在小小的地下室里，什么都没有，她的眼睛却总是在笑，像星星一样明亮，充满希望。或许嘴巴是可以骗人的，可是爱情不会。我想我和江燕短暂的重逢，本该只是为了对彼此说一句永远不见，可她不愿意放我走，闹到现在没了退路。结婚那天，江燕问我说：童年，我们是不是终于可以幸福了？我笑着吻着她的唇，小声说：别傻了。江燕好像忘记了，我的小宝最终还是没能醒过来，
永远留在了他的6岁。我说，江燕，就让我们相互折磨一辈子。番外，我和江燕的故事被人写成了破镜重圆的爱情故事。结婚这几年，我带着江夫人的名号游走在名利场中，虽然我没有强大的出身支撑，可是幸好我还算聪明。我花了5年时间学会了别人用20年学到的东西，看着自己在江夫人的位子上越坐越稳，时间久了就会觉得地位和权力真是个好东西。曾经那个名字叫温婉，想要和我一争高下的女孩，再听到她的名字是在几个大老板的饭桌上，听说她家里面临破产，可她什么也不会，为了拯救家族，只能嫁给一个大她20岁的煤老板，给3个孩子当后妈，权力和地位就是这样残酷。大家纷纷向我敬酒，说这世界上像我一样厉害的女人还是太少了。我笑了笑，心想我只是运气好，遇到了一个痴情种。说起来，这份运气压根也算不上有多好。不过我要是说我不想要，大概又会有人说我装清高。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凌晨2点，江燕已经睡下了。我在她脱掉的衬衫上看到了女人的口红印。最近这段时间她总是这样不小心，我假装什么都没发现，洗完澡钻进被窝里，快要睡着的时候，听到江燕问我，童年你为什么不生气？我转过身，看到她也在看着我，她的眼神暗暗的直勾勾地盯着我，像是在努力想在我的脸上找到一点点难过的痕迹。我轻轻吻了吻她的唇，温柔地说，男人不都是这样吗？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，得到了又不珍惜，喜新厌旧，天性如此。我说，江燕，你已经把你觉得好的一切都给我了，我没有那么贪心，我早就不要你的爱情了。她低声笑了笑，笑里全是难过。在我转身背对着她的瞬间，她压在我的身上，掐住我的脸，热烈又凶狠地吻了下来。她说，好吧，童年，就让我们这样相互折磨一辈子，爱恨交加，大概就是这样吧。